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俗话说得好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在做人识人这方面，我们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。人生也就像是一本错题集，需要我们不断的记录自己的错误，纠正错误，然后才能成就自己。这个过程可能很枯燥漫长，但是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践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人，形形色色，有的真诚，有的虚伪，有的至死不渝，也有的忘恩负义。面对繁杂的世界，我们光保持自己有一颗良善的本心是不够的。俗话说得好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当在面对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够学会将他们识别出来，如此便能达到消灾减祸的目的。对此，有一位老僧分享了一段他多年总结出来的识人经验。他认为，凡是心术不正的人，往往会有以下这3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城府很深，投机取巧，还常常想从别人的身上获取利益。有人说，世界上有2种东西不能直视，一个是太阳，一个是人心。也有人说，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心机城府，这本不是坏事，但是有些人却实在是城府过深了，不管对谁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在耍心机，生怕别人会从他的身上占到一点便宜。久而久之，他们还会把这些心机用在不好的地方，比如对身边的事开始投机取巧，遇到问题就逃避，让别人承担责任，而有好事的时候，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往自己身上揽。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就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开始挑拨离间，随时都在绞尽脑汁想怎样从别人身上获利。和这种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时刻提防着，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落入他给我们设置的圈套中。所以有这种损人利己的心机的人，便是心术不正的表现。对于这种人，我们要敬而远之。第二个特征，招摇过市，喜欢揭人短处，张扬别人的丑事。曾有一句古话叫做话不说尽，情不断绝。我们想要在社会上立足，那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留有余地，不要把事情彻底做绝。有些事情心里明白就好了，也不用说出口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特别是别人的丑事。但是总有些心术不正的人，特别喜欢四处宣扬别人的丑事，他们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，并且总喜欢在公共场所张扬别人的丑事，说完还说自己是开玩笑，你别生气，你一生气就说你这人没趣，开不起玩笑。这些人完全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，在别人的失败和不幸上找优越感，是典型的自私自利的人。和这样的人相处，往往会打击我们的自信心，或者影响我们的心情。所以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也需要敬而远之。第3个特征，两面三刀，表面一套，背后做一套，虚情假意。两面三刀的人唯利是图，这一类人，他们表面上对大家都是百般奉承，各种说你的好话和夸赞，但是只要遇到涉及利益关系的问题时，就会开始在暗地里使各种手段，因为他们的原则就是谁那里可以得到好处就往谁那里靠。一旦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了利益纠缠，那么他们便会立马翻脸不认人。有些一开始看着正直如君子，但来往久了就知道他们虚伪的一面，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两面人，心口不一。这种喜欢玩阴招的人也不值得深交。老僧的这一番话让小编想起了一句话，品格如同树木，名声如同树荫。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荫，却不知树木才是人的根本。一个人学历再高，再有钱，长得再漂亮，若是没有好的人品，也不值得深交。交人其实要交的是心，人品才是一个人立足的根本。与人交友，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，这才是一个人身上伟大的闪光点。世上最能打动人的，不是天衣无缝的计划和安排，而是在朝夕相处之中所表露出的细节。因为这些不经意，没有太多的思考，直接折射的是一个人真正的心灵。所以在细节之中，我们最能够了解一个人的人品。德云社郭麒麟虽然初中就辍学，选择了从事父亲的职业说相声，但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赞扬他的品格。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，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。身份虽然特殊，但地位却表现得很普通，对待长辈从来都是谦虚恭敬。
此外，她也很懂得礼节。一次在旁听客人的谈话中，她在给客人添茶的时候，却一不小心把茶倒满了。她连忙不好意思地对客人说道：“这杯茶我喝了，我再给您倒一杯。”在德云社，虽然自己是少班主，但对自己的师兄弟从来没有一点架子，甚至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，很谦卑。而除了谦卑外，他也曾被人笑称是最不像星二代的富二代。有一次，他说自己办了一张健身卡，必须每天都去，不然这钱就浪费了。有人听后就笑他说：“何必如此节俭，每天还要坐车去健身房，多累啊！”结果他却笑了笑回答说：“我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，不管是多少钱，都觉得不应该浪费。”他的品格或许得益于父亲的教导，父亲的言传身教，但更在于自己对自己品质的培养。对于品格的培养，不在于一朝一夕，更像是时间的渗透，最后从骨子里流露自我的教养。而对于这些真正人品好的人，也往往都具有一些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从一而终的陪伴。爱国诗人裴多菲曾说过：“我宁愿以诚挚获得100名敌人的攻击，也不愿以伪善获得10个朋友的赞扬。”朋友之间最重要的便在于真心，可惜现在很多无效的社交，让我们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。有的人真心实意，有的人虚情假意，但往往都看不太真切。真正能够看透是否是真朋友，还要看自我的处境。老话说得好，患难见真情，只有当自己遭遇了低谷时，才能真正看出虚伪和真心。当初著名歌手张韶涵被亲妈控告弃养，一度事业掉入低谷，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，母亲还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卷走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自己的好闺蜜不仅抢走代言，还挖走经纪人，落井下石。昔日情谊也算是经过一场巨变，走到了尽头。过了这么多年，张韶涵还在节目中控诉自己当初的处境，朋友的背叛，或许从心底里根本不愿意原谅这场虚伪的友情。人遇到那些能在低谷拉自己一把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高潮时享受掌声，低潮时看的才是人生。第二个特征，知恩图报的品格。崔成林曾说过：“知恩图报，善莫大焉。”一个人永远要保持一颗感人的心，才不往世上以此修行。谢娜作为一个知名主持人，私下也在努力培养新人。有的人知恩图报，但有的人却开始变得得意忘形。在一次节目中，谢娜就坦言张大大录节目时耍大牌，认为自己的身价别人已经配不上和自己录节目。而同样是谢娜提携的杨迪，虽然名气起来了，但是一直很谦虚，并一直很感激谢娜对自己的恩情。这就是不同人品格的展现。我们要结交的也正是那些懂得知恩图报的人，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，我们要学会早早远离。第三个特征，把他人放在心上的习惯。人与人之间相处，最好的习惯就是把别人放在心上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带着一颗真挚的心与他人相处，也只有学会时时刻刻将他人放在心上，才能换来真正的情谊，才能彼此久处不厌。著名主持人何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何炅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，都不忘记照顾自己身边每一个人的感受。在和小朋友交流时，他永远是跪在地上，眼睛平视着他们。正是因为他懂得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，其实这不仅是一种优秀的品格，更加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。交朋友不在于结交多少，而在于他们的品质品格有多好，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。感情其实走到最后都是靠彼此的人品来维持的。我们要学会结交人品好的人，远离那些虚伪的朋友，但前提是学会培养自我的品格，做一个真正内在闪闪发光的人。古人云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一个人的志趣、品德、事业都会受到朋友的影响，有的是好的影响，有的是坏的影响。遇到坏的朋友，只能彼此消耗，互相折磨；遇到好的朋友，便能互相砥砺，彼此成就。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。余生很贵，如果有幸遇到主动吃亏、知恩图报、尊重他人的人，记得用心去深交一辈子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